嗯，各位朋友们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 X 平台和大家聊天，那今天的主题呢，还是和上次一样，就是你有压力吗？我问的有点儿胡扯哈，其实我是觉得每个人都有压力，想想我自己也有压力啊。其实每个人，你要细问的话，都说出一堆压力来啊，方方面面的啊。嗯、因为在当今的社会哈，这个青年人啊，你看从差不多20岁到30岁这个期间，要完成好几项人生最重要的事，比如说婚姻、事业，还有一些金钱的问题哈。你看买房啊、结婚呐、都需要钱啊，还有什么？生孩子，还有学历，还有很多20岁还没考上大学呢，对吧？或者说好不容易考了个学校出来找不上工作呀，是吧？好不容易有了工作又没有男女的对象啊，是吧？好不容易结了婚又不生孩子呀，这一大堆的问题哈，都是集中在这个10年，这是他的4、5大项问题。我觉得大家是有压力的，所以那给我们一起聊了之后，也不一定能帮人解决了这个压力。也许，你呢诉说一下，或者再听其他的朋友呢聊一聊，说不定你的问题就解决了，说不定就能得到，或者是得到很多缓解，得到一些这个减少压力的这种感觉啊。所以今天咱们会聊聊这个话题。那正式聊天之前呢，先给大家交代一下这个家法哈，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呢，首先一个不评论政治，咱们也不懂政治，懂的那点儿呢还不够受折磨的呢啊。这咱们不讨论政治，不讨论宗教，不讨论男女问题，不讨论军事话题，啊，还有一些什么生活隐私啊，个人隐私啊之类的，大家还是要自己要注意把握哈。还有说大家说话呢，尽量说一些正常的人容易接受的这个语言啊，要恭敬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少啊。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就准备开始了哈。想看看，先找哪一位朋友啊？先上来问一问。好的，有好几个 Rima，这个 Rima 好，这个 Rima ，Rima，好，来，Rima 您可以开麦。它在连接中啊。要吭声了。对，它在连接，稍等哈。它连接归连接，我们不能不吭声。不吭声呢，有些网友以为断线。对，这主要是个说话的这个频道哈。说话，今天台湾下雨了。干旱很多天哈。今天终于下雨了。对，它可能连接有这个网络是不是有点慢了哈？如果它连不上的话，我们就找下一位。好呀，再找一位。好的。那 Rima 您一会儿再试着连线哈。这个呢 ，Shine。好呀。好，Shine Sun。打开它的。好，试一试。点了谁就说一声。Shine 孙，哈，来，我们要开始连线了。哦，可以了，连上了。对，您可以打开麦克风，向师傅请教您的问题。Shine Sun。您可以点击屏幕下方那个麦克风的按钮。您现在是静音的状态 ，Shine Sun。对，屏幕的左下方哈有一个麦克的这个图标，点一下。您还是静音中啊？哦，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
点一下图标啊，取消静音才能听到。和你说的是好谁？ Shine Sun，啊，对呀，你要说。要不然我们也再试一位。对，这个又连不通哈。他连上了，他可能那个技术上没打开。他打开了，哎，打开了啊，可以，来了喂，Shine 你好。喂，你好，你好，你好，师哎，傅你好，你好，哎你好，师傅好，师傅好。哎，哎，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呀？怎么说呢？我的压力来，哎，现在可以啊听到吗？啊，对，大点声音讲就好了，请讲。哎，刚才是 OK 的，Shine，您刚刚又静音了。喂，哎，喂这不要静音了哈。喂，哎，现在有，喂，听到吗？喂，听到吗？哎，听到吗？你们好，师傅好，喂，师傅好，哎哎，哎，请讲你的问哎，题。师傅好。我的问题可能主要来自于，首先一个就是父母方面的，因为首先父母年纪大了，他们的身体总是不是很好，特别是去年，因为正好是我母亲的本命年，她总是一年住院6次，然后我呢因为本命年我基本是经常给她在许愿网上点灯，点了很多灯，她这个但是住院吧，她又是查不出什么问题来，总是这么折腾，搞得我心力交瘁。能说一下他有哪些症状问题吗？他就是他心血管有问题，总是心跳的厉害，他总是感觉心跳的非常非常厉害，就是心悸，医学上叫心悸，他很难受，就是心悸，就是控制不住，就是就是我们这医院的办法是控制不住他，但是一到医院一检查，他反而又不心悸了。一面对机器，也就是他根据这种情绪的感觉，对，这个心悸状态就会发生改变。对啊，他又没有这回事了，但是一回来他又开始了，又犯了。然后因为去年是他本命年嘛，师傅是也讲过要塑观世音菩萨金身能够保佑他，所以我就是点灯，他一难受我就给他点灯塑观世音菩萨，当时能起一些作用，但过后他又开始又来回反复。所以我去年也是不停的住院点灯塑金身，就是这么来回折腾。你母亲大概的年龄是？我母亲是52年的。70几了哈。对，70多，去年是本命年嘛，去年龙年是的。 73了哈。对。然后呢，今年呢，就是我父亲的身体又开始不太好。所以说首先，然后呢，我作为家里的独子，然后他们一住院，我就要去给自己的单位请假照顾他。所以说单位呢，你1次2次请假是可以的，但是时间长了，次数多了，也是难免。理解，人家公司行号也不容易。对，那请你来呢是帮着做事儿的，你总请假也不行。然后呢，我的母亲反而今年又开始担心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年到现在还是单身，他们总说的，到时候万一我们走了之后，你一个人，你到的老了，面对这种情况，又没人照顾你怎么办？他们又有了这种担忧，反而又给我一些压力。我总觉得你不用管我，我跟着师傅以后你还怕什么？那能说一下你那个年龄吗？今年我79年的，我是46了。今年因为我以前身体不好，所以一直没有找另一半。身体不好。对。身体不好，会影响那个结婚生活吗？我不知道，因为我原来身体很弱，我是肝硬化以前，所以我不敢找，所以我一直跟着师傅修。对，这个跟着师傅修了这么多年吧，起码现在能像正常人一样工作、学习、生活。我觉得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哈。对，现在身体可以。
我就觉得我挺知足的。那找不着的，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有合适的哈。那你能描述一下你的大约的长相吗？我身高1米84，很高啊。体重97公斤左右。不重，比我还轻个50来斤啊。好。50多。那你希望找的这个女性的话，大概是一个长什么样子呢？因为说实话，师傅，我没想过找另一半，因为我身体这个样，你给人一说有这个病，所以我就觉得人家肯定会拒绝。这个不一定的，信心不一定的，想这个，不一定的，因为有很多人其实就想找一个生活的伴侣啊。那么其实像有些肝病的人哈，生活伴侣在一起的人反而不会传染。对，我知道，但是对。但是我总觉得人家想你有这个病以后总归是个拖累。没事儿，如果他也40多岁，是吧？也如果比如说不存在于生孩子问题的话，假设的话，通常是就没有其他的顾虑了，就是你把你的想法也说出来呢，万一有合适的人的话，我们也能惦记着你，好不好？我总觉得只要一个性格开朗，人性格好，就是善良一点的就可以了，别的我没什么要求也。应该说你这个明年的话，这个按命理学来说，可能桃花比较旺。我属羊。属羊哈，属羊是明年是桃花旺年哈，就是比较有机会成婚成家之类的。这说不定是可以的所以我现在先考虑就是我父母的身体，他们真的是把我折腾的有点心力憔悴，而且怎么说呢？我母亲说他这个病看不到希望，所以他经常发脾气。那我呢，有时候也是会给他产生思想上的冲突。他自己也说看不到希望，活的没什么意思。他一这样我就很着急。是，得个病呢，一直也不好的话，心里是烦得慌啊，就病人自己会烦哈。对，我觉得你母亲还是有修为的，就是还是我能看到她一个很古典的那个佛教的宝塔啊，站在佛塔的一旁哈。如果能在我们这样，我们两面连个视频都没有的时候，我能看到这个的也是不多哈。就是人的修为功德是很好的。感恩师傅。但是也会预示着其他的问题哈。我练功的也是吧？练功。我练功练的多，非常发飘。所以说他这个样，因为今年我父亲又开始了这个身体，他是脑血管的问题，所以所以弄得我也是，哎呀，真的压力山大。两个老人身体。你父亲脑血管的症状有哪些？他做的这个血管造影，就是说他狭窄，好几处血管狭窄，但是他这个狭窄导致他头发懵，就是朦朦胧胧的。这个医生也是觉得不应该呀，你这种情况。什么叫不应该呢？就说他这种情况，属于轻的症状，不应该是有晕啊、朦胧的感觉，还有走路是脚发飘，就是不稳。这个医生的话，一个是检测的细节问题，那么第二个每个人体质不一样，血管如果有几个地方就变窄的话呢，我觉得是发晕是正常的，就是我是这么认为。那这个你父亲这个呢，还是要经常会，一个是看医生拿些药，那我们之前推出过几个对脑血管有好处的一些这个饮食疗法是吧？3清香的4宝粉，对。你到那个中药铺开一些什么4宝粉呐，那个4宝粉很简单，就是4种药磨成粉，每天喝水的时候冲一点喝。好的。对。还有的话，这个我觉得先看看医生啊，看看医生，看看中医，常吃着，
另外再加上呢，那每天要走走八卦的。他原来是走八卦，但是人医师有一个中医说他有那个寒气大身上，所以他现在不敢让他出门走了，在家练就是大光明修持法。他是这样，你在家里走也一样，在家里走也一样。你就是说走的时候，如果穿热乎一点，在外面走的话，穿热乎一点哈，穿几层棉衣啊，你这走得很热就脱一层，慢慢脱一层，脱一层，这样的是可以的。因为我从小就练，就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越不走，越不走越麻烦。还有师傅，这个我父亲呢，他练这个大光明修持法，总是头发也是发懵，脚发飘晃。这个我理解。这个部分就是他那个堵塞的血管这个部分，这个血液流通不畅并且血液中的这个那个叫血脂哈，其实就是血液脂肪比较高，是这个现象的表现。他练大光明修持法就会反映出来。对，但是呢，所以你这个就不如走八卦呀。不如走八卦。对，那你也不走的话不走的话，老人以后走路很困难。行，那就让他在家也走，那就。对，这是不出好了。那个四宝粉呢，我提醒一下你呢。四宝粉，我提醒一下你呢。我们的四宝粉呢，大概有几种哈。它这个医药名字有三七西洋参、丹参、石斛。37这4个都是1比1的比例1比1。对，重量1比1。它像一些中药店都有卖的，已经做好的不，我自己买这个呢可以打粉，中药店有打粉这个可以的，可以自己买打粉。可以，中药店都有打粉，对。每天呢就是有3顿哈，每一次很小的一个小勺，就是多大呢？就是小茶。我说的茶勺就好像喝那个咖啡的是用那小勺，那种很小的那个小勺的一勺，那个粉呢对上开水一冲，在不烫的情况下就把它喝下去哈。但是最好吃药的部分呢，去看一下医生，无论中西医应该都是有帮助的。医生他一直看着，现在就是西药，他一直吃一些西药会。对，但是他的自己的这个综合免疫力这个东西要提升的话，要他自身的这个机能要好才可以所以还是要能够坚持走一走八卦，我觉得还是好的坚持走一走八卦对，因为他原来一直走了得有10年了吧。你有10年就别停了，你停就麻烦。对，他就是因为去年他做了一个手术，所以他停了，一直停，哎呦，得停了大半年，因为手术。这一停下来就走不起来了，就但是如果能够恢复走，这是最好了。你只要走个3、5天以后就适应了。好，我让他坚持走，那就从明天开始。对，坚持走着。对。只要他们好了，我这个压力真的就轻多了。对，你现在都是一个孩子，这2个老人一上岁数，哇，这个没法弄。对，你干工作没有这个，就是没有心气儿干工作，然后老是请假，这也不容易是。像你妈妈那个情况的话，也，如果能够一起和爸爸走八卦的话，因为他这个现象呢，你看就是我们很多网友也知道一点就我们经常有心悸，在刚才上来之前1个小时我们议论今天的这个内容的时候我还讲过，像这个一个是心脏，心悸，还有一个那个头昏头不舒服，像这一类情况下的话，还有总是去小便，都是这个你的肾脏或者元气不足造成的。那上岁数的人容易出现这个现象。师傅说这几种症状他都有，我母亲都有。对，对，所以这个元气不足的时候呢，那在修行法则之中呢，最好的是走八卦。走八卦。对，最难坚持的是头1个礼拜。
你就不用多了哈。你要一天像他们这个年龄也做不了别的，那如果说一天能走上2遍八卦，也就是2个小时的话，反正头7天很艰难吧？对，很艰难，因为我母亲、我父亲原来也想走八卦了，恢复，原来他们都走了10几年了。刚开始走，我母亲就是难受，浑身这个心脏也难受，头也晕，我爸也是头也晕，所以吓得他们不敢走了。就是如果越麻烦的是你越不走越麻烦，将来还走得了路吗？就是有这个问题哈。那还有呢，就是说我呢对你爸妈这个呢，之后我会给他点灯，还有呢我会抽空给他们加持。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对，那现在这就是健康问题，倒是没有别的啊。我会帮忙，好吧？那我就记下来他们的这个情况。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知道。感恩师父。好，那今天凡是咨询的朋友呢，都会有礼物啊。那我也会寄一份礼物给你。你说，谢谢师父。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一个关于工作上的问题，就是，因为师父您讲过，就是面对利益的时候，咱们菩提弟子要往后退一步。所以呢，我在我们单位就是评比一个什么东西，我都不争不拿，你们要就行。因为我就记住师父了一句话，你要去争，就不把别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你这里来了，就是绝招总是用在对人有威胁的人身上，所以我也不争，我也不啥。结果，从我们单位的领导到同事，总觉得我是一个躺平的人。我觉得也要就是这人也遇上明主才可以哈。如果他真正是个老板，他雇人来做事的，他看到你做事的基本的业绩和责任心的话，他不会这么理解你的。你也不要去自己分析和个别人的片面之词。凡是私营的老板都是非常关注每一个员工是否真的用功在工作。这是肯定的。是非私营的。如果你真是很认真的话，非私营的。如果非私营的话，这个就没准了凡是国营的哈，国营的东西呢，有时候这个我也不知道领导会想什么。因为我不能再说了，再说就是有一些就是办公室政治文化的东西哈。对，有些领导也不是真正凭努力工作来提升起来的。所以他有的是叫说实话就投机钻营上来的那像我们分析那个日本航空那个，对不对？他有5、6万人都快垮了，垮到不行了，认为政府最高长官去请求当时那个谁稻盛和夫对，来救他这个企业。稻盛和夫上来他还学佛呢，那你想把这个企业弄好怎么办呢？先把这个里头很多退休的军官在军队的时候真的是人六非常风光，完了之后退了休再到这儿吃白食，他都给他开了。所以类似于国营企业的这样的大的集体性企业的话，都是很多人都是吃白食的状态。你包括美国的麦克萨夫什么那些什么 Costco 之类的那些公司越大，吃白食的人越多。他总有一个角落，管理的人是忽略了他的，他就在那浪荡，对不对？所以企业越大，这种吃白食的人就多了。所以呢，如果你不在私营企业的话，它就是好坏参半都有好坏之处，是吧？好处是可能觉得比较稳定，因为那个东西永远存在嘛。但是你并不能发挥真正自己的优秀特长，或者你发挥了之后还得罪人，还不落好，这都是有可能的。得罪人确实是。所以在过去小说中传说中的话，很多能干的人他也是选择这个好的领导，对吧？就是什么择良木而栖来着？良禽择木而栖对，这个好鸟呢，还得找好木头、好树，它不是每个树都适应它。对，就是这样的所以的话，我觉得还保持你的风格，这个是必要的。将来我们再讨论一些这种咱们说在做人做事的哲学理念问题。
就是我们不与人争，这是不是一种争？其实是大争。要真懂的人说，那你又不图名利，而且好好干事儿，这个领导反而是非常欣赏你，对不对？那遇上这个糊涂虫领导的话，说谁拍马屁我欣赏谁，这些就不叫领导，这是胡扯，就是贪官一个啊。那所以的话，这个你自己明白就可以了，好吧？对。那今天要害点呢，还是父母的这个健康问题哈。我会为你父母点灯啊。感恩师傅。如果到时候如果你有来信跟我们联络的话呢，我们点灯的话也可以为今天为点灯的网友呢会拍这个点灯的照片哈，会给你看到。我是感恩师傅，这很相信师傅，我们很相信师傅。就是相信我们有一个工作的一个准则哈，都有个标准哈。你这快没电了，这手机啊，很危险哈。好，那完了之后呢，我会为你父母加持，好吧？谢谢，感恩师傅。就放心，我相信一定是有帮助的。我也听师傅讲。好的，好，祝父母早日康复哈，长命百岁哈。收到，感恩师傅。也祝你呢一切都吉祥如意哈，收到，还有身体健康。希望将来找个好媳妇。好，收到，感恩师傅。好的，师傅。好的，再见。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谢谢师姐，谢谢各位师姐，感恩师姐。好，感恩。好，我们看看下一位。好多网友来申请。好呀，这个呢？上次看这个是吧？Diana 或者周。可以，周 Koala， 这个很可爱 ，Josephine。来，周 Koala， 我们跟你连线了哈。对。好，连接中，你一会儿就是收到邀请了，好，那你可以打开你那个麦克风，就可以通上话了。现在还是静音状态哦，周Koala。好，上来了。您好，请问是你们听到我吗？听到啊，师傅在这里哈。太好了，感恩师傅。你好。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就是我的母亲那边的亲戚呢都有睡眠的问题，就是我本身、我母亲、我舅舅、我阿姨、我外婆都有失眠的这个问题。那我本身呢，到现在还是虽然就是每个月都得。就是一直去看心理医生，为的就是拿安眠药，因为普通医生他不能给我那么多安眠药，所以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跟着师傅学这么多年呢，我想说可能失眠是遗传啊、基因啊、业力所致，但想请教师傅，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我也注意到母亲那里的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也不怎么和睦，就是不什么往来。那么很多兄弟就是堂弟啊、表妹啊，还是什么，大多数都是单身，是有结婚的也没有生孩子，就是不知道祖先那里是有问题还是什么嘛？好，那我们一项项来哈，说多我就记不清了哈。失眠问题的话，您刚才也讲了哈。这个你那个亲戚这边很多人都失眠哈，就是很多种这个身体问题或者是健康问题都可能会遗传的，就说明呢，您的遗传呢，您的这个失眠问题呢，应该来自于遗传。那对于像失眠这个问题，我们希望更改它的话呀，之前咱们也讲过很多案例哈，其中一个就是左八卦对于失眠这个部分还是比较有效果的。
好的，好的。对，这是一个哈，失眠本身也是。你们家人那个普遍来说身体偏瘦吗？我本身偏瘦，我母亲也偏瘦，那就对了。可是我外婆不偏瘦。但是先说你和你母亲哈，这个偏瘦的女人，多数都与失眠有点关联，就是还是气不足。对，所以在这个失眠的这个患者中呢，应该瘦的人比较多。通常胖的呢，就容易在哪就开始打盹哈，开始说梦话就开始了。但是瘦人呢，就是比较难入睡，通常是这么一个规律。明白。对，那你呢？我建议呢，还是多走八卦。你有走吗？我没走，以前有走，但是现在工作不允许，那时间配不到，因为本身也长期吃安眠药。老实讲，我也懂安眠药吃了记忆力会衰退，所以我必须坚持修炼大光明，它会帮我就是修复我的脑细胞。所以我会比较重视大光明跟念佛，那么就没什么时间走八卦，所以在这一点就有点困难。那我就告诉你，你困难归困难哈，我告诉你的方向是，如果是修这个八卦的话，对于睡觉，因为它是补气嘛。我说了无数次了哈，八卦特别补气，凡是与缺少能量的这个健康问题的话呢，就走八卦是最有效的。那您这个情况，如果对于失眠这个情况的话，还是走八卦比较好，因为你一直开这个安眠药吃哈，这个安眠药对你的很多不光是记性问题，知道吗？可能对于肾脏、心脏、肝脏都是影响的问题啊。甚至对情绪的控制哈，对基本的脑的这个运作都是伤害。它就让你整个生理机能全部慢下来，你的反应力会变慢，所以这个吃安眠药没有任何好处。明白。所以我的建议说，你宁可是去走八卦，也别练大光明。如果这样呢，可能会对你有帮助。好的，师父，感恩您。还有师父我本身身体就是燥热底，就是常常得喝很多凉茶，不然就会很容易生病。您那个现在是有结婚吗？没有，今年是我的本命年，48岁。这个只能多喝凉茶啊，多喝凉茶。好的，这个没别的路子。好，那么谢谢师父，谢谢师姐们。好，那之后呢，我送礼物给你啊。感恩。还有呢，我在坐禅的时候替你加持。谢谢，感恩师父。感恩诸位师姐们。我会送你一个东方蓝宝的这样一个手串哈，谢谢。之后会寄给你，你到禅堂去领，好吧？感恩师父。谢谢。好的，祝你吉祥，祝你睡个好觉。收到。好，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拜拜。拜拜。好。哎呀，这我们网友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来请教师父，感恩师父的指导。好，我们下一位，看看这一位。Diana。好， Diana。来。好，Diana，我们给你连线了啊。可以的，马上打开了。Hello。可以吗？能听见吗？能，很好。太好了！我周4的时候因为信号不好掉线了，太遗憾了。师父好。你好。太高兴了。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希望能跟师父连上，这也是自己送自己的生日礼物。好，祝你生日快乐！谢谢。我会送给你生日礼物。谢谢师父。我戴安娜，我现在在日本东京，然后今年本命年48岁。哦。然后就是
哎，有一点点的就是小压力，其实大部分大家都很好，然后主要是和女儿的关系。女儿今年属蛇不是，她属马，属马，11岁，哎，11岁哈，哎，11岁应该还容易带的。哎呀，特别叛逆，然后基本上就是什么都和我对着干。哦，这就是一个年龄问题。你觉得他的情况比较严重吗？有一点点吧，就是感觉，突然的，就是大喊大叫啊，在家里。然后前几天有一天晚上跟我说他做噩梦，然后梦见有小鬼抓他，然后白天我正好洗温泉，看见他肩膀上有个小手印儿，但是他说他不害怕。你这个不是叛逆啊。你看这个说话没谱了哈。这个不是叛逆，这个可能是另有问题。比如说大喊大叫的话，和叛逆也没关系哈，他可能会情绪的控制的问题。所以初步来看的话，你的小孩儿，小孩的小名叫什么呀？油是那个就是豆油的油，3点水一个油的，油乎乎的那个油。行，我看了看，看到的东西不多，也不是很清楚。你这个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古代的灵性的这个东西有关系。但是我都并没看到那么可怕的结果。看到结果不可怕。好。那他可能呢，在慢慢长大这个时间呢，他现在可能并不适应，会有一些在他过去世的一些问题，会使得有一些，什么事情对他有骚扰，就是他不习惯。但是长大之后应该没有什么严重的东西。他可能喜欢修行啊，喜欢灵性的这种生活呀，喜欢自然的这个生活状态啊，他可能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太好了。谢谢。对，所以你呢现在也不用太担心啊。那我呢也会安抚一下来骚扰他的这些东西。谢谢师父。还有呢，就是你呢，他这种情况下呢，你呢给他说话就不要刻意刺激他。好。不要刻意刺激他，不要去呛着来。好，我经常的。因为有时候可能，如果比如说孩子有一些，比如说他经常看到和听到，而你看不到、听不到的事情的话，那他的表现的话，肯定是你所不能接受的。对的。但是你不能去反对他说他看见啥了。我觉得倒不如说你对他有关怀，对他所知道看到的事情增加一份了解还是比较好。好。好的，师傅。那个师傅，我是给他点过灯，然后正常还需要点什么灯？我想再为他点什么灯合适？也请师傅开始一下，谢谢。咱们有安魂的灯吗？冤亲债主。
冤亲债主还可以。好，冤亲债主可以啊。好的，7天49天都可以。好的。那我呢再好，我会去点歌。对，送给你女儿呢这个2颗八宝灵珠，都是我们亲手搓出来的啊。收到，谢谢陈师。到时候我们呢会给你那个穿的那个绳直接挂到脖子上就行，但是只有睡觉的时候呢就不要戴在脖子上。对，只能这样，怕勒脖子。对对对，好的，反正我会帮你女儿，好吧？好的，收到，谢谢师傅。好的好的。好了谢谢。好，我再送你个礼物哈。谢谢师傅，收到。送你一个海蓝宝的手串哈。好，谢谢师傅，收到。那个海蓝色很漂亮的啊。好，祝你全家吉祥如意啊。收到，谢谢师傅。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那个戴安娜网友就是一会儿在那个直播圆满后，我们在这个 X 频道上会登出一个帖文，就是让您知道去哪里，就是把你邮寄信息可以发到那儿，然后我们给您邮寄这个礼物。对，最好把女儿的照片呢也发给我看一下，好吧？好吧。挂了。没有，他还在，他没有掉。好的，戴安娜听到了哈。我听到了啊。好，收到，谢谢。好的，谢谢，再见。再见，谢谢师傅。好，感恩师傅。还有很多网友们现在都想发言。这个思源金，好的，好，思源金，连线思源。您收到邀请就可以打开那个麦克风。对，好，连上了。好，是我吗？是你，思源您好。哇，小师傅，你好，师傅。你好，师傅好，各位师姐好。我太激动了，我没有想到会被连上。对，谁都可能会连上通话哈。好，今天说说你的问题。师傅，我现在的问题，觉得是我可能后面考虑整个人生的一个规划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前面经历比较坎坷，就是18年的时候，之前就是怀孕，然后生过一个孩子，然后但是那个孩子出生可能不到2天就去世了。然后后面第二年我就离婚了。然后2年以后，然后我爸爸就查出了肺癌晚期，然后23年去世的。然后因为我从小我家里就一直在有供奉你，然后我爸妈一直在修，然后我从小就跟你有学习一些东西，包括之前你唱的那些歌。我现在大概就已经能听懂您唱的那些歌的什么意思了，所以我之前的这些经历，我觉得都没有击垮我，我觉得都不算什么。我觉得人生就是挺苦的，我也能感受到很多人众生的苦，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去做些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后面要怎么做，因为我今年的状态比较不好，是因为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工作的这家单位就是当时可能经营不是很好，然后把我给辞退了。这让我很伤心，是因为我对这家单位的付出是很多很多，我在里面做的工作，我把它当做是我自己的事情来做，而且我做的工作内容操的心完完全全就是已经超过了我本职的工作的内容，所以就让我很委屈，然后导致我现在今年一直就是在有一点点自我怀疑，然后我不知道我以后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也不知道我有了这个工作机会之后我能不能做好，而且有了之前的那个经历，我也
就是其实我挺喜欢孩子的，可是我也不敢去，再去生孩子，因为我怕，就是会带到他来到这个世上受苦，然后我也不敢去进入一段亲密的关系，就不敢正常谈恋爱这样子。我，就是后面我隐约我自己能感觉到，就是我想追求一个自由的生活，然后去修行。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出路，找不到出路，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能让我看到希望，说我能从这个牢笼里边能够爬出来。我不知道怎么爬出来，我想爬出来，但是我爬不出来。现在，我理解你的感觉。你看好几件事儿，你看18年这个新生儿去世，19年离婚，又隔了2年，这个2年到4、5年，父亲去世，24年，也就是去年，就是失业。这叫有点连续打击哈，就是几乎出现的都是人生之中最痛苦的事情，你叫谁都发懵了，就真的要怀疑人生哈。那你今年应该也有30岁了吧3周岁，37岁了。37岁了哈。首先是说，你对之前你像失业的这个机构来说的话，你都是应该是尽心尽力的付出了哈。对。那但是你心里不痛快的地方就在于，我这么当成自己的事业在做，你们就说辞就把我给辞了。我觉得，当时那你有入股吗？没有。那你和老板有比较亲密的关系吗？没有。没有的话，那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你知道，凡是就业的话，就可能有一天会被辞退的呀。我不知道，因为我在我每一份工作当中，我的工作我不知道，我可能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在我每一份工作我都是精进，我只是想把这件事情办好，然后想把从事情的考虑，是从事情的角度去，从结果的或者结果的角度去考虑，然后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其实因为我进入这个公司之前，我前面也是有事业，然后我找到这份工作，我觉得老板是对我有知遇之恩的，我也挺感恩他的，所以我把它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其实老板对我也对我也不能说是我自己，是对我们都挺好的。那你对老板也贡献挺大，老板对你也挺赏识。那既然是这样，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辞退你呢？这个老板就是对我赏识的这个老板，不是辞退我的人，就是他跟我们不是工作在一起。辞退我的这个人是另外一个，是因为当时我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但是那个错误的话，并不足以造成公司的损失，而且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事情。当时我可能身体有点不太好，然后就是写错了一个东西，然后当时就说。以这个为借口就说什么，但是其实在公司里面，然后有很多人他们造成了很多的错误，也给公司造成损失了，他们并没有事情，然后到我这儿就直接给我找借口说你先离开公司。首先是我觉得你这个可能公司呢，至少你存在这个公司本身还是个不大的公司，所以我觉得你很快就接触到了它的核心的业务和重要的内容。那辞退你的并不是赏识你的人，但是赏识你的人也希望辞退你，因为觉得可能你的工作行为或者是涉及到的行为来说，可能对公司好坏都有。我只是说顺便提醒你一下哈。
除了超大的公司之外哈，那个几千个什么上百亿、几十亿的公司哈，那种不算，就是偏中小型公司呢。当一个员工在老板需要的时候、赏识的时候，你就当自家的事来做。比如说，你涉及到了老板的感情，还涉及到老板的某种利益，或者是未来当中担忧的东西，你可能会被辞退。也就是怎么讲呢？就像在家里的来说的话，公公不要管儿媳妇、媳妇的事儿，好吧？就是说，当你在公司里头，当你的行为太越界的时候，老板会觉得你这个行为是很不合理的，但是你自己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你的行为的不合理。哎，对，所以的话就会出像你刚才接受不了的这个事儿。那比较有经验的人来说的话呢，说尽量去打工的话，不要和这个公司的重要人员产生任何情感的问题。这个我就是还是提醒你一下。应该你的人生还年轻啊，也没有经验。人和人在一起时间久了之后，相互欣赏啊啥之类的，就容易产生一些感情。这个感情的东西啊，它是个双刃剑，就是这个感情没爆裂的时候啊，就有点像亲情，怎么样？我是罩着你，我是顾着你，对不对？但是当照顾的东西，对方会觉得你跨越红线了，这个时候我就把你要除掉，因为你在这儿，你的根深蒂固是有毒的，就像这个庄稼与草之间的关系哈。但是我小的时候我不除掉你，觉得小草挺可爱的，和我的麦子之间可能形成不了这个竞争。但事实上呢，就这么点地，这么多的植物在这儿，草的出现一定会对麦子形成这个挤压啊和排斥的关系，所以不能拔麦子，只能拔了草。你现在被拔就是那棵草啊，所以呢，在这个工作经验之中，还真的是要小心一点。可是我并没有对公司里边的人产生感情啊，因为他们那几个就是领导者都是已经结过婚的。我觉得唯一可能有一点，是不是因为我在这边也有上学，就是我又读了一个研究生，然后可能是我上学的原因，然后学业跟工作就是可能没有特别的平衡，然后我呢只是说一个提示，我提示的不一定是一个最准确的哈，但是呢，你可以自己思考，你这么尽心尽力，老板比你不傻，他为什么会辞退你？赏识你的老板也希望辞退你，但是下不了手。这也是一种情感，知道吗？和他成不成家没有关系，他是赏识，也不一定是爱情哈。但是能辞你的人，就找了一个小理由就把你辞了。这两个人一定会有辞退你的真正背后的原因，这种原因是不告诉你的。就像很多员工辞职的原因呢，告诉老板的时候都是撒谎的，是吧？说我妈病了，我就伺候我妈，其实跳槽了，别人家给的工资高嘛。对，一样的，辞退你的也没说实话，那你呢也不知道自己犯了哪里的错误，但是如果也找不出来的话，那你就需要思考，否则以后还会出类似的事情。我呢说也是瞎说，坤婷你们说一说，因为我没打过工啊，好吧，坤婷打过工的，是，是，我确实也能感觉到，就是另外一个老板对我就是不是很 OK，就是有点看不惯我的样子。对，有的时候哈，思源刚才你讲了，其实你也确实犯了一个小错误了哈。虽然你可能看到其他的人也犯了错误，怎么就没有辞退？为什么把你辞退了？但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的认知和事情实际的情况不一定完全符合。就我们觉得它不是事儿，也许这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其实在工作中犯了错误被辞退是理所应当的。
就是说，就是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原因啊。就从我来看哈，就以后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也确实要就是自己也要多注意。对，就是真正犯错误的话，真是要认真去对待的啊。就是不是说别人犯错误了，哎，同样的错误我也可以犯，我觉得这个也要小心。对，就是不是看到别人可以这样子做，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就像你其实对自己要求还蛮高的，你也觉得付出也蛮大的。那我们就尽量的，就是说能够把工作做好就做好。真的因为自己的疏忽不小心犯了错误，那被辞退了，那老板对你也有知遇之恩，还是感恩他，感恩他能够给自己有这样的机会。未来呢，我们再去有找新的工作。我是这么想的吧，师傅。所以我确实也是挺感恩那个老板的，就是我一直也是。就是也是抱着有感恩的心态这样的情况去做事的，但是就是有一点点可惜。你读一个高的这个学历还是挺好的哈，但是老板那个不能慧眼识珠啊。你看你都考了高学历了，你还为公司拼死拼活的，他们还把你辞了。这我觉得是同情你，但是我觉得是奇怪，就是对。所以我就有一点自我怀疑，然后就很打击我的自信心。师傅，我不知道我后面因为我这个年纪重新找工作，也压力也很大。你读了什么学历啊？硕士、博士啊？硕士。是不是学历越高越容易找呢？不是啊？那如果不容易找，你为什么去多读一个东西啊？并且你还在为公司你还在为公司尽职尽责的工作中，你还考一个硕士。这个细节我不究竟了，但是我这样退一步告诉你呢，就是比如说新生儿这件事情，这个是谁都没想到的事情，只是你呢如果想让我多知道一点，你可以把你的照片那个我们聊完天之后发给我哈，我看一看。那这个就是你可能会这个儿女缘之间的至少目前这个缘分是比较浅啊。那么第二个，离婚的话，一步一步来的话，离婚的理由是什么呀？原因是？因为这些事是可以操作的事情。当时的话，就是觉得过不下去了吧，因为就是各方面。为啥？总有个理由吧？为啥过不下去了呀？就是各方面都很痛苦，觉得。是你提还是他提的？然后他提的。他提的。那个时候你在这个公司工作吗？不在。不在。那21年，父亲发现了这个肺癌，这个时候你在这公司工作吗？20年去的公司哈。20年年初发现的，去医院检查，然后发现的。然后这期间都不在这个公司，是后面，我是23年，应该是23年，也就是疫情后你才进的这公司。1年多。对，快疫情后，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吧。就是23年嘛，24年、25年，这加起来才2年多呀。22年。22年下半年，才2年或者2年多。快3年吧，快3年差不多。你就总结经验吧，反正就是你任劳任怨去做了，那对方辞掉你，你自己想原因。你如果不好意思告诉我的话，或者不方便说，或者你不知道的话你需要思考这件事情，可能对你未来是有帮助的。这个人
年轻的时候呢，受一点这种坎坷挫折哈，我们说当然痛苦的事情还是很值得同情哈，但是所有的挫折呢，就都给我们上了一堂让你心痛的课，要么心痛，要么肉痛的课，你才能记住。就是我们小时候犯错，父母实在受不了，打你2巴掌一样哈，让你痛，记住这个事情不能做。对，人生的挫折也是让你痛，痛了之后记住，下次这种事儿别做啊。所以让我们去长这个经验教训啊，才可能之后的路走得会更平坦一些啊。所以工作还是要找的呀，哎，要找工作的时候也是叫一心一意投入工作。但是你一共2年多在那工作，你还考了硕士，所以我不知道你的一心一意是怎么做的哈。你晚上不睡觉难道就？所以有时候咱自己认为的和你的上司领导或者是其他人所认为的你的表现或者价值观，它是有差别的啊。刚才昆提师姐也讲了一下她的意思哈，哎，所以我们自己认为的不一定是别人认为的，我们认可的别人不一定认可啊。所以吃一堑长一智吧。对于生育这个事情出来，这个宝宝就去世了的话，就说明你的身体还会有一些健康的一些隐患的东西啊。那我觉得咱还年轻哈，也注意保养一下自己的健康身体。好。好，希望你将来的人生哈走得更加顺畅啊。我送你一串，没法送了。你在的地区哈，到时候这样子哈，我呢会把给你的礼物哈，会变成在佛前点灯给你祝福，好吧？好。对，给你点灯呢，也会发照片给你看哈。像我觉得我们的一切想法啊，一切的不如意，就不如佛菩萨佛光普照你，让你一切吉祥顺意，这是最好的。师傅，我现在在新加坡，可以送。可以送礼。我蛮希望收到师傅的礼物啊！你是个神秘的女郎啊！好的，可以送，我就送你一个包包。这是一个国际名牌 K-Swiss 啊，很漂亮的包包，很时尚的包包。你听过这个名字没有 ？K-Swiss，简称 Case 哈。感恩师傅，谢谢师傅。这个包很实用的，你肯定会喜欢的。谢谢师傅。那师傅，我想再问一下，我后面我应该的那个大概的方向应该怎么办？因为咱们说到2条腿里去了哈，这个我觉得我的今天灵感可能不行，抓不住你的点啊。你还年轻，你这个年龄找工作都不是问题。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年轻，我说实话，我倚老卖老的说吧，还是偏幼稚一点，就是你很多做事，你做的事情是一厢情愿的想象，而并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啊。在工作中和交朋友之中，我还是提醒一点哈，可能我说的根本就是没用的话，就是一切事情就有点像这个汽车道哈，城市的车道一样，它是城市的人口越多，它这个道路的规划的要求就越多，是吧？你比如说，哪怕是一个很小的路的路口，都有个斑马线，对不对？对。它如果有红绿灯，最安全的方法，你要遵守它的红绿灯的规则，对不对？如果你开车，到更不得了。你停车的那个路边上，如果这个马路牙子画成红的时候，你就不能停车，停车就给你罚款。这你争辩都没用，你说我没看清，我眼花，我老年痴呆，我色盲，没用，罚单，尤其是交警的罚单，你必须得缴，是不是啊？除非你出于身体说哪种特别情况才就是饶你一下哈，否则的话，这些说你必须要缴这个费用。所以我是觉得你的这个部分哈，也所有的年轻朋友，就是你在交通规则之中。明确出来，你不要压的红线，请不要压。你不要走的道，比如说里面那个快车道，你可以
加快速度超车跑，对不对？但是你的车上要达到4个人以上，你看加拿大就有这种路，是不是说，哎，我2个人我也不管他，我放2个枕头放那儿当4个人，那警察没抓住没事，如果抓住的话啊，一次罚2000，就罚你啊，谁让你犯规呢？警察现在那边加拿大警察都是带着那个摄像机，跟你来什么工作的，对不对？你想狡辩都不行。所以说红线底线不能踩的，坚决不要踩。所以希望你对交通规则或者对打工的时候交通规则，请你把它分清楚。因为我跟你聊的时候，哎，我觉得你会觉得师傅说错了，但是这就是我的感觉。你对这公司是有情感的，如果没有情感，你会玩命的工作吗？对不对？当然你说这对公司的情感，公司是由人组成的，对不对？我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哈。所以你只有知道的人，你做过的人自己心里清楚。哎，辞掉你的一定有辞到你的一个这个公司或老板认为的一个合理的理由。你今天你被辞退了，你那个痛苦感，我倒不如说，中国人开玩笑说化悲痛为力量哈，请把你自己的能力先学好，你才有本事找到下一个工作，或者总结前面的经验，你才不会再到下一个公司犯同样的错误，他保证自己的职位哈。所以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这种叫做办公室文化，或者是人生的基本经验和修养，这是需要学习的。哎，但其实人生之中，有些人大大咧咧，对不对？哎，我帮你替人啥都做，这本身就不是成为好人，知道吗？我替你啥都做，你自己想一想，有多难看的事儿，也不能让另外一个男人给你做嘛，也不能让另外一个女人给你做嘛，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事情就是你想做，认为是正确的，别人不一定这么认为。啊，就是说还是在于你不知情的情况下，但是如果你知情而说可能没事吧，这种模糊过关的这个思维也还是要小心的啊。这就是对你的一个嘱托。那我觉得你肯定是办公室工作型的人，你也是可能是目前来看偏秘书型的人。目前来看哈，但是呢，你的内在的某种感觉。你的秘书型也是做不好的，因为你是个性太强的女人。我现在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哈，就我只是听你的声音猜你的样子，所以你还是不太适合于做这秘书型啊。你可能适合于做一个小，我先别生气哈，先想从一个小的管理者这种感觉可能比较符合于你。其实是有人气儿能管人的。因为你的自我主见太强，配合型的人呢是没有主见，说老板说你说哪个对，我就怎么做，对不对？不配合型的人呢，总觉得老板你错了，你照着我说的做。很多秘书就是这么死的，就叫老板给扔海里去了哈。因为你是要配合工作的呀，但你自己的主意太多是不行的哈。但是我觉得哈，你的自我主见比较多，如果咱俩在一起工作，我估计我得往下推你哈，你自我主见太多了，你会影响到我的想法哈。所以呢，如果是跟师傅工作的话，我完全听师傅的100%。你跟你老板也是这么说的啊？这个我就不相信，我相信的是个性和命相哈。对，你的个性还是很自信的，就是有经营能力、有闯劲儿、有管理能力。但是如果我往死里推你的话，有一种做法就是创业。可能会更强啊，更好。这样你不用听谁的，你只是听市场的。经营不好就没饭吃，经营的好吃肉，经营不好连汤都没有，对吧？就是这么个状态，可能比较符合于你哈。那你考虑一下吧。但是如果你要打工，你一定听你的主管上司，而不是你的大老板，请你记住这个啊。好了，谢谢你哈，谢谢你。好，感恩师傅。好的，好的。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好。我们再来选一位哈，师傅。当然了。就是想发言的网友们，你们可以在你们的屏幕左下角那个有一个申请发言那个小麦克风，点一下哈。
好呀，雪米花网友好。哎，我们跟水米花连线了，看他上线了吗？喂，他还在连线当中。哎，上来了。你好，你好，雪米花网友。哎，你好，你好。师傅好，好开心哦。好，今天有什么问题？我让我深呼吸一下。深呼吸一下。擦干眼泪，喝口水。师傅好，是这样的，我2023年的时候，我的弟弟因为生意欠债，然后爆雷了，然后全家上下都很担心这件事情。那么我当时在这种非常不好的氛围下面呢，我自己也没有什么主见，然后我就把我自己唯一的一个房产拿去银行抵押，然后就给他去还债。但是没想到我这样做呢，也没有帮他解决债务的问题。你抵押了啥？房子哈，住房哈。我自己唯一的一个房子。唯一的一个房子，哇，你这叫啥呀？我因为那个环境是没让我有太多的思维，因为就要来催债的人基本上都已经在家门口了，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我就没有想太多，就去做了这件事情。我还以为这样就能了结了，就能把事情解决，但是没想到远远都不是我想要的这种结果，就是他的债务就是还在一直不断的，好像滚雪球一样，一直这样的滚下去。那问题是说他家里还有3个小孩子要养，最小的一个才念小学。然后我看到我弟弟这个家庭以后，我真的很担忧，就是不懂得要怎么样，就感觉很压力了，自己非常压力。那这件事情只是暂缓，就当时2023年把这件事情做完以后只是暂缓，一直到24年，一直到今天。那我因为去做了这件事情，做了这个抵押的事情，那我也慢慢的也陷入一个困境。什么样的困境？就是因为贷款，然后银行要催债要还息，我就感觉到非常的压力。那我自己也是一个单亲的妈妈，然后孩子现在也在上大学，所以说有很多费用。那我自己已经快60的人了，我想想自己感觉未来非常害怕跟压力。那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因为我现在还在上班，所以就是不懂得怎样去面对现在接下来的人生，毕竟一个年龄。好，你这叫啥来着？雪米花哈。好，雪米花，你那个我想有几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方便回答就回答，好吧？不方便回答就告诉我。好的，感恩师父。你弟弟因为什么欠的债呢？他是有经营生意，他一直都有做那个化妆品美容的批发，已经做了20-30年，那一路来都是非常好，就是大概是在18年，可能在18年19年开始，他自己去因为这个原来生意做得好，所以说他去改行了，做的另外一个根本就他非常陌生的一个生意，结果全部倒完，全部又碰到疫情，全部都亏到完。那他这件事情包含在里面，他从来没跟我们讲，只是在2023年的时候，人到家里门口来要债的时候，才跟我们讲这些事情。所以说谁来要债？就是我弟弟在外面欠债的人到家里来要债了。这个有点奇怪哈。你弟弟前面很多年做化妆品生意挣了钱，对不对？对。难道改行就借钱吗？不是，他改行根本就是一个很陌生的一个行业，然后他不管陌不陌生，他不是有存款吗？
有存款，对，但是就是一直亏，一直亏。就是我也是觉得我们全家上下都在问这个问题，就为什么你是做生意做了20年，不可能这么会自己经营不好，怎么还不懂得收手呢？所以这个你弟弟背后做了啥？我们一直到现在就还没有真正的结果，所以我大哥也是很全家全部被他拖累的很糟糕。就刚刚在前打这个电话跟你沟通，跟师傅沟通，这前面一分钟，他又发一个信息来，他说需要一笔钱，然后给员工发工资。可是我也在想，如果我作为姐姐，因为我母亲已经86岁，那我作为姐姐，还有如果不去帮她这一件事情，我怎么搞的我就搞不清楚，我的心里总会担心害怕她等一下想不通会出现什么问题。师傅，我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我弟弟出问题，我都搞不清楚。就是他一讲什么东西我就害怕，一讲什么东西我就害怕。一个想到他家里3个孩子，一个讲到他的欠债，他家里连他自己的住家都已经没有了。哎，雪米花呀，哎，对我有听到你的这个故事哈，我也是挺同情的，其实，就是对，但是感觉这个弟弟就是从情义上来讲呢，那你想亲兄弟姐妹哈，出了这样的事情，你肯定是要帮的，可是感觉好像是一个无底洞啊，这个好像怎么帮都填不了这个洞哈，然后你都不知道现在弟弟还欠多少债在外面，而且关键是你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现在还是做回他的化妆品，但是他资不抵债。是，这是这么说的。按理说哈，你像他一个行业我们任何做商业的，你亏就亏了，那你就宣布破产，或者是公司就倒闭了。为什么还继续在经营，还继续要有支出？对呀，你这个月在发工资，下个月呢？那你是一个打工族，你为什么从情义上来说，你可以支持你弟弟，但是你弟弟挣了钱给了你是吧？没有啊。如果没给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为他的企业发工资，请问你有钱发工资吗？给他？也是没有了。那你就问得我有点莫名其妙了。首先第一个哈，那首先一个说，我非常的敬佩你，你就形同像一个烈士啊，就是你看弟弟有难，姐姐出面就挡了，结果挡了之后一发现不行，像个魔鬼一样，说你给他出了钱，抵押了你的房子之后，你还要去还这个贷款。就这样还没完没了，这是你的压力。说刚才还在你弟弟说我的工人要发工资，来找你说不就是要钱吗？这个弟弟好善良哦。哎，弟弟没有钱，知道姐姐还是有钱的，对吧？对，但是我一直想到他家里3个孩子，小的还在读小学一年级，所以说我一想到这个又害怕起来，就是希望他生意能够好起来，那么就他的家庭问题慢慢的就会解决，就是一直担心这个。我觉得哈，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们按照普通百姓来算计哈，是我的话，我就是说我要了解弟弟现在真的在做什么。如果你觉得如果有隐蔽的东西，那你应该停手了。我说实在话哈，你弟弟如果说吸毒，如果在家赌博的话，把你们全家卖了，你也还不上这个大窟窿。你的那个傻情傻义，你想他3个孩子，如果他13个孩子，你还为他跳楼吗？对不对？你也还不起这个钱了。是的，师傅。我也知道有这么远，但是我感觉他根本不像，他真的一个不是没有吸毒，没有赌博，这2件事情是绝对不会做。我一直在怀疑我家里到底家族有没有问题，因为我大哥也在这个同时的情况下，他也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但是他还好，就是他因为他的生意就是他还能够收手，他知道马上就解决。比如说反正他也是犯了一个非常大的毛病，我们家族不懂得是不是有问题，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我弟弟本身他也是很慈善的，他平常都有做这种公益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去捐款，那个帮助那个盖小学，那捐款给小学啊，什么这些都有，就是公益的事情他有做。其实说不清了。对，薛蜜花呀，就是其实我觉得，就弟弟如果现在这个生意做到这儿，而且有很多背景情况我们也不是很了解哈，在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其实是很难给你再做具体的建议的。对，确实是这样啊。那如果说只是谈生意的话，他生意已经亏了这么大了，他还指望着同样的生意再继续未来赚钱。我个人感觉这个希望也蛮渺茫的，还不如出去打工，想着把这个钱还回去，好像可能更实在一些哈。对，所以说呢，你也是，你看你这个房子也已经都为他这个都抵了债了哈，也该做的你也都挺尽力的，我觉得你也为你的未来也要考虑。就是弟弟也要现实一点，那我们自己也现实一些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啊。你呢就好好的把你的工作保住哈，把工作保住，至少还能够，孩子也大了，是不是呀？他现在正在上大学，然后对，那就好啊。你的孩子上大学了还好，他将来也有自己的工作，对吧？你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哎，就是能够把自己照顾好，我觉得就不错了。弟弟呢，就希望他能够，及时的能够，怎么说呀哈？因为我不太知道，实在是不了解他的真实情况，所以对，那师傅也刚才有给你建议了哈，就是对你自己该刹车的时候要刹车啊，该救命救了弟弟的命，你也抵了房子了就可以了，我觉得，让弟弟这个时候也面对现实。大家都踏踏实实的去生活和工作，可能更好一些哈，好不好？好的，好，感恩师父。好，好，我送你一串东方蓝宝的这个手串哈，祝你能够化解这些麻烦哈，从这个黑洞中你能解脱出来，好吧？好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好，咱们再到下一位吧。好的，好。好，我们下一位这个 John Duke。来，这样跟我们再连线哈。好，打开你可以打开麦克风。在左下角，屏幕的左下角有一个麦克风。可以打开了。好，你好。你这样跟我们再连线哈。Hello， 你好。师傅好。师傅好。男的女的？哎，你好，你好。下角有一个麦克风，可以打开。师傅好。哎，你好。感恩师傅，今天太激动了，能得到师傅点我。师傅，我有这么样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朋友，他最近呢查出了，开始是因为这2年他都是头晕，脚下无力，腿也不好，心脏也特别不好。前2个月前吧，他查出了这个胰腺上有肿瘤，然后就住院准备手术。就在手术的时候呢，他又查出了这个心脏也特别的不好，心脏心脏也有问题，有很多的血管堵塞，还有先天性的心脏畸形，
反正就是心脏很严重，医生建议他就是说要先处理心脏的问题，然后才能做那个胰腺的手术嘛。现在就是他的情绪也非常的不好，本来身体不好，在这一查出有这样的病，现在就是心情也很低落。再是他的爱人，在前3年前吧，突发面瘫，也花了很多的钱，近1年的时间到处治疗，到现在他仍然有点后遗症，但是这些事情吧，我都一直非常了解，因为他这个从他这个爱人的这个那个面瘫基本上正常的时候，就是他这个暗暗的身体就垮下来了，也许是因为陪着爱人在3年前治疗，有这个压力吧，奔波呀，他的身体现在也垮了。他这一切事情是否都是因他的老父亲，就是暗暗的老公爹吧，他的公公在21年去世的时候，他在这个操作他老人，这个就是他这个老公爹去世的时候，就是老克就是暗暗的爱人头也面瘫。当时吧，就是他没有面瘫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公公去世的时候，我有一天做了一个梦，就是我看到就是他这个老公爹在和很多人在那抢食，好像分那种粥喝。但因为我对，因为我一直跟着师父修，我也知道师父经常开示，就是如果下到恶鬼道的人可能会有这种现象，我就提示安朋友，我说不好，我做了这么一个梦，可能是你的老公爹需要给他点灯吧。当时安就给他的老公爹点了个49天的灯，点完了灯之后，我记得是2期吧，2期的时候他的爱人老克就面瘫，当时安的这个事情也一直是无法解释，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是点灯了他爱人还面瘫，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然后这不是面瘫就是治疗了有不见1年的时间，他面瘫渐渐的也恢复了，在安就病倒了，他就病倒了，就在去年他的女儿一直是在外面做生意的，去年上半年女儿也突然的没有了音讯，安就更加的抑郁，有一次他几乎想夺门而去，就是不想活了那种。可能也是跟着他也一直跟着师父修，可能也是师父护法的忽悠，门怎么也打不开，这个门一直打不开，没法，他想出去，但是门打不开啊，他想出去有那种轻生的想法嘛，他想夺门而去，就是门一直打不开，再后了他就慢慢的打不开回来了，脑子也就恢复了正常，就是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一直到现在就是刚刚又查出了这个心脏有重大的问题嘛，他想出去这个治疗，但是他现在这个身体就必须得有人陪伴他自己是不能到大医院去就诊的，所以就打电话给他的女儿，让他女儿能回来看看能不能陪他去就诊嘛。但是女儿的这个生意可能是又出现了状况，他跟他妈妈和爸爸也要了几十万，我也不知是20万是30万块钱，就说他的生意亏了，他想就是不做了这个生意，但是要赔一些钱，
让他父亲给他打琴去，父亲的琴给他凑过去了，也打过去了，但是直到现在这个女儿也没有回来。这有快3个月了，他妈妈一直在家坚持着这个病，哎呀，等待着。所以说，师父，我这个朋友的事情，我真是看在眼里，我记在心上。师父有这个面对面的给答，我太高兴了。我想替安安请求师父给予给惑，到底是这个安安的事情，他们家一家人的事情，他出在哪里出了问题，祈请师父给予开示。就我了解的事情还是不多，你讲述的都是表面的现象。我现在也没有去看那边的事儿。就是从人之常情角度来说哈，就是你的长辈老人得了病要抢救，再到去世再办理后事，这样的话呢，就是他比较亲近的孩子啊，就是非常累。说伺候老人一直到去世，再办完丧事，伺候他的这个孩子年龄也不年轻了哈，也丢了半条命，通常是这样，半条命就没了，也就累垮了。他累垮了还不要紧，那孩子又出去做生意啊，对吧？因为生意都是有赔有赚。那赔了本赔了钱，或者经营被卡住了之后呢，往往也是会抑郁住。再加上他们应该是夫妻俩吧，夫妻俩都因为有点年龄了嘛。对，因为之前我们讲这个三高哈，光讲三高这类的这个问题讲了很多次哈。其实大家呢，有时候如果我们不讲了之后呢，就是大家觉得遇上肉啊，遇上酒呀，遇上好吃的是高热量食物呢，就觉得嗨，就一次哈，我就吃这一顿啊。但是隔了2天之后，又有朋友聚会，就聚在一起说不吃吧，不给人面子，说好吧，我就这一次啊，吃了之后我1年我也不吃了。其实呢，可能扛不住个10天半月的，可能遇到又会吃哈。所以这个事情也启示着我们这个你自己啊，当没有人去监管你的时候，你的饮食健康你自己是不是能扛得住？还有人说，我的精神世界当中就是矛盾，我遇上这个不吃吧，我心里就难受，但是吃吧，我就怕长胖，又怕脑血管出问题。这个矛盾点，你到底选择哪一个？当没有人监督，没有长辈骂你的时候，你可能就坚持不住，是吧？孩子吃的又香又好，这样快乐，说安慰了我的心情啊。我忙活半辈子图啥个？最后老了之后连个肉都不敢吃吗？哎。这些语言刺激着自己呢，最后都走向病态。您现在提到的安安他们出的这个病全是老年病，也别把它理解为这是一个邪病啊、妖病啊之类的哈。先说就是前辈子自己做了多少坏事儿，也别完全往这上头靠。对，这第一个伺候老人啊，累坏了。第二个，本来伺候累出来的病呢，都是潜在的疾病。使自己潜在的可能，如果不伺候老人，可能5年出现；那伺候老人，可能当年就会出现，就是这样的。孩子经营不利的这种事儿啊，很正常。今天当有了网络之后，就是在中国来说，有多少人在做零售，在网上的销售工作呢？几乎都数不清楚，都可能有1亿户，甚至还多，是吧？还有的人说，偶尔想起来我就拿起来上去卖东西。就是这样子，那有的人确实也赚了钱了，有的人呢也是不赚钱。你看前面那一位，还是说干着化妆品呢，突然间转向了。疫情之后突然做了一个自己陌生行业，当然他也没告诉我陌生在哪里啊，是什么行业，对不对？是不是一个正常的行业？你做了陌生的本身就形同于找死嘛，对不对？那找死的投资呢，都是因为有钱了。有人说男人女人变坏也是因为有钱了，哎，男人女人把这个脑子吃坏了也是因为有钱了。说咱有钱了，天天过年，天天吃炖肉，我把小时候的损失补回来。我说的话可能会有点粗俗哈，
但是呢，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就大吃大喝的理由，把自己呢，你看心脏好几条血管堵住了，那怎么堵住的？吃的。坤提，你知道这个健康概念对吧？那个是啥东西堵住了心脏呢？就油脂。油脂。啥东西有油呀？就是肥的东西，肥肉啊。对。连肥鸡蛋都有油。对。连咸鸡蛋里都飘着油花。对不对？就牛奶吃多了都能卡住脑子，知道吗？所以这就是这种现象。说你不相信科学，完了之后呢，有时候说累了，照顾自己情绪吃。说人，我听过很多农民的老爷爷这么说，说这么辛苦的工作，人生为了啥呀？老伴说就是为了吃啊。老头说那就得吃好点，说吃吧。他们不知道很多的死亡的疾病就是来自于吃。所以我提醒大家哈，就是说像我们或者比我们更年长的那一代呢，是小时候没钱想吃吃不上，但等年老之后有点钱了，那你也不能随便吃，你吃上还不能开放，还得叫有选择性吃健康的。这几天咱们遇到另外一个病人哈，你以为选择了健康你就真得了健康吗？对不对？我们遇到有一位网友呢，他们因为家庭还比较宽裕哈，一切吃的都是有机的。你知道什么叫有机的吗？无公害的，也就是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没有人类接触过，自然生长的植物，人家连皮腰带都是有机的，洗澡的刷牙的都是有机的啊，全家就是鸡场啊。所以就是这样，一样得不治之症。所以不治之症还有重要的疾病有相当一大部分，我之前讲过哈，是来自于基因。就是你的长辈，尤其是三代5代以内的这个长辈之中哈，他基因之中有这个问题，所以就容易得这个病。但是呢，几代人之中哪一种病让他突发出来的不一定。但是对于当代人来说哈，现在战争相对比较少啊，就是人们呢就是饮食比较好了哈，那这种就是三高的疾病哈，占了90%了。连那个胰腺这个问题也是属于类似于三高引发的，就是这样子啊。大概就是这样，是吃出来的。另外再加上累，其次才是说我遇到这么多压力之后，我受不了，说我有轻生的念头，我有喝药的念头，是我想解脱的念头，这个是一种情绪，我觉得谁都会有，我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和中邪还是两回事儿。当人压力太大，就是说想打架打不过人家我就跑啊，我就逃跑，对不对？干不过了就跑，对吧？这个困难在你跟前，你实在不能战胜它，说我干脆我离开这个世界算了，我斗不过这个世界，对不对？所以这个压力的问题是人人都可能会产生的。就这个问题就解开了，也不要想着说你做的那个梦是挺好的，但是这个梦并不代表着说他的一切行为都是被人诅咒都是地狱的什么什么事儿啊。我还没细看哈，因为我怕这么多人在等着我说事儿呢，我一闭眼睛10分钟就过去，大家在那干等啊。对，我用最快速的时间哈，30秒钟，我看一个大概的一个样子。感恩师父。行了，我就讲哈，讲的不一定和看的事儿相等，有时候也是瞎看，就像傻瓜眼前飘出一些东西来哈。我那眼前飘出来的
是一个就像砖垒的井，深深的，大概有30米以上哈，30米以下啊，很深的井。那再就是看到了一个很模糊的庞大的鱼，这个鱼身上是红的，红的是因为流血。哎，那在这种有茫茫的众生，好像都坐在那个地下室，像地窖里头坐满了人，好像至少有几百人坐在里头。那有一个中老年一个女人，不知道在喂他们食还是干嘛的，反正这个是个剥削者。那些人是什么人，和他之间的关系，我迅速看没看清楚。那这个剥削人的人，就是现在受苦的人。哎，那这个原因，第一个严重杀生，杀了很多鱼类的啊。对，对，那这个人必下地狱啊，因为刚才往下那个井就是这个意思哈。那么第二个，如果说做供灯供养哈，这个是对的，但是为什么做了供灯供养还能下去，我就不知道了，只有他自己知道啊。我看了啥，我就得说啥啊。所以这么多人是因为他，也许这么多人因为他而死哈，或者他欺骗了，剥削了，压榨了，用不正常的或者非人非法的残酷手段对付了这些人，到底怎么对付的，我没看见啊，才使他有这样的所谓的冤亲债主的这个东西。这是往这方面靠的事儿，我只是去最迅速的朦胧的看了这么一眼，有了这么多的一个东西哈。也许是有针对性，也许没针对性，就是我看到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那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少杀生啊，尽量不杀生。第二个，真正要做善事就去做善事，别胡扯。好的，请记住我的用词啊，别胡扯乱来。好的，感恩师父。为人消灾，你拿钱，灾就跑你那里。但是你消化不了的话呢，就会堵住你，堵住哪里呢？不知道，就看你做了啥啊，对吧？所以有的跑到内脏里头，有跑到心脏里头，来拦截一下你的生命啊。这个里头包括孩子事业也不顺利啊。我是乱讲了，这个因为咱们也没有面对面哈，就是希望所有的菩提同修跟我学法的人，你做的事是正确的，你不是在做一些带有欺骗性的哈，所以要正心正念啊，正心正念这个时候就用上了啊。第二个，君子求财，取之有道。这个道是指合乎于道义，不要做违反道义的事情啊。那么，当我们精神恍惚容易出现轻生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它是来自于业化现出来的，通常是那个冤魂，就是死亡的冤魂对你的勾引，很危险。如果门打开，它就跳下去了，就会麻烦了哈。所以的话，这个我觉得这2位老人家呢也需要忏悔。好的。他的病情就会减轻。好的，感恩师父。如果不忏悔，病情不能减轻。那你就问我说，我点了灯了还这样，我也在问你呢，为啥点灯了还这样呢？所以这个需要你自己去考虑，好吧？当事人自己考虑我觉得，上天永远是公平的，所以希望大家好自为之啊。用趁好的机会做好的事，做善的事，不可以做恶的事。这样的话，佛菩萨药师佛一定会保佑每一个真诚发心去普度众生的弟子。但是护法神也会惩罚一些做事不正当或有黑暗的，或者欺师灭祖的弟子。感恩师父。谢谢你的问题哈。感恩师父。好，我呢也同时也会为他们供灯，包括你表述人哈，我会你到时候再来个信，给一个名字，也会求佛菩萨护佑你，好吧？也会护佑这一家3口人吉祥平安。感恩师父。师父。感恩师父。
好，来，我们下一位这个 Kate 啊 ，Kate 夸。好 ，Kate 您连上了，可以开一下麦克。喂，你好，师傅，听见吗？听见。哎，听见，听见。感恩，谢谢师傅。其实，我听了很多，就是其他人都有分享，我觉得我的情况没有那么差，但是，我好像走不出来。其实我很努力的去做义工，还有，去做一些法事或者是布施，就是因为我的婚姻，就正在要跟我的前夫去谈判，怎么样如何把它结束。然后孩子孩子现在也不理我，我就搬了出来住。现在你有几个孩子？我有一个，师傅。结婚几年了？结婚今年15年。我时间不小了，怎么到这个时候，熬过7年就应该能坚持下去啊？有几个导火线吧，我相信就是，首先他外面有人，然后对我不知道，但是每当他出差，我就心情特别不愉快，我会发脾气，然后就给我看到了一些东西，我就把他打了一顿。你把他打了一顿？对，你是打拳的呀你？我脾气不好，这是我的问题，我傲慢，我贪嗔痴全都有，但是我这段婚姻之所以会失败，我一定是有很大的责任，但是因为原则的问题，他之前也犯过同样的问题，我跟他说过，我没有可能再原谅他，然后刚好就我爸爸在父亲节那天过世了，然后我就对我人在香港，然后我就飞回去马来西亚。其实那天隔天他就要出差，我知道他去见那个女人，我就真的是很生气，我也没有好好跟他沟通。那你说说看，那个女人比你好在哪里？可能比较温柔吧。我这个人很鲁莽，他经常说我很鲁莽，我没有去思考周围的环境。比如说与环境相关的事儿。就我如果要发他脾气，哪怕是在他父母面前，我也会发他脾气，哪怕是在他孩子面前。我真佩服你啊，大姐，我真佩服你啊，厉害。对，这是我的问题，我知道，我也有每一天都有忏悔。不是你忏悔的意思是不离是吧？不，我觉得你到底离不离呢？我没有办法去接受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背叛，我觉得到这样我挺痛苦的，而且这次他把我所有东西就把它 cut 掉了，意思是说信用卡把它斩断了，停掉了所有东西。那你有工作吗？我有工作。哦，那老公比你挣得多吗？挣得多。挣得多，老公做生意说明。不是。啊，他就是收入高。他收入高，而且他有私底下收其他人的钱，就这样，在中国就这个是很普遍的。哦，就是他有收钱的方便性是吧？对。哦，对，这男人有钱就学坏啊。他没钱也学坏了，师傅很多次了，所以我为什么是想要跟师傅谈，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接受这个婚姻失败，只是我有一点痛，就是因为我孩子都不理我，
不理你哈。你几个孩子？一个哈。那孩子多大呢？中2了。中2就是10几岁。14岁。14、15岁哈。对。这事儿想开点，不理就不理吧。谁让咱脾气大了？那你今天聊的这个潜在的那种感觉是，第一个哈，就有点可能没有回头路了。但是隐隐之中也有点不舍，对不对？对。他也曾经对你还是挺爱的吧？应该说追求你的时候应该也是挺热烈的吧？还行吧，我觉得这段感情应该是我主动比较多，我爱他比较多。但是现在就是因他总是找这个女人，你就失望了，准备放下他。对，因为我觉得，终究我还是要对得起自己啊。对得起自己哈。什么叫对得起自己呢？我就觉得，如果我已经有跟他说过，结婚之前我有跟他说过，你如果要骗，你就骗我一辈子。然后，1次给我发现到，2次给我发现到，3次也给我发现到了，那我，这是第4次了呀。不是，那如果那如果这个人也悔改了呢？他给你忏悔，老婆我真的不再干了，你就是我最爱的，那你还会离吗？我答不出来。然后他就忏悔，老婆这些存折都交给你，以后我不拿钱了，我也不出差了，之前我存款全部交给你，你肯定是下不了手的。他有没有真正的疼爱过你？有呀。一日夫妻百日恩，你们过了15年多少天了？算不出来了吧？都天文数字，对吧？按论小时的话就太宝贵了，太多了。5000多天。哎呀，这姑娘，我还是劝你哈，就是本来这种事儿我也不稀罕劝，你又不老不啥的，你长得又挺漂亮，又能干啊。那我觉得你从马来西亚嫁到香港已经很勇敢了。我看你的英文名字叫 Cut， 这种人他是比较敢说敢干的人。说咱们如果商量好抢银行，你肯定第一个可以，我来做机房哈，谁来做后援，咱们肯定能合伙抢银行哈。对，其实你是个心直口快，还是比较豪爽的姑娘，其实是好打交道的，是感性的人。说你是一个感性的人，说如果人家对你1分好啊，你用100分就还给他。对，心慈手软。对，我相信你老公对你的爱，对你的好，把你感动了。结婚说你要不追我了，我得追你，反正得跟你过日子。对吧？这么好的一个人的话，那我干嘛非得去离那个婚呢？那我问你，你得说个实话哈，你也别不好意思，反正谁都不知道你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哈。咱们这只是声音。那你结了婚之后，你有没有无论是电影之中，还是走在街上啊，还是办事的时候，有没有说，这个帅哥不错呀，一看有心动的感觉呀？有过吗？有，当然有。有吧？应该每年都有几次，对不对？甚至还想过说干脆出一下咱不算出轨，算出门可以吧？出窗户出厨房，反正得出一下。是吧？我觉得这种叫做爱情的犯罪心理，人人都有过。只是有一些男人不敢，有些男人敢。还得想想，说我老婆对得起我吗？她总是掐我，总是打我，总是踢我，总是骂我妈，那我就勇敢的出一次，是吧？很多时候是在这样衡量来的。这人去做事，叫你也会衡量。你遇上一个帅哥，比如你去银行办事儿，有个帅哥给你服务越好，银行人又穿的比较干净利落
又跟你说话比较温和啊，干嘛的？你想有没有种动心的感觉？如果有动心，咱们行动一次怎么样？有没有想过？也想过，对不对？有。如果你想过，就是人之常情；如果没想过，就是撒谎。好，哎，好了，你没撒谎，你说你想过，哎，你想过，只是没有付诸于行动，你付诸于是心理行动，它是物理性活动。我觉得性质是一样的，都是阶级敌人，都应该干掉他，判他无期，对不对？劳动改造，但是判了无期，只要不枪毙的话，哎呀，劳动2年就算了，啊，还得回家干活，是吧？人啊，这个其实婚姻哈，就在于相互成就。你要学会宽容。我遇到的这个师姐离婚的哈，没有一个不后悔的，70岁离婚都后悔呀。说他自己做梦总是梦见鬼呀，一闭眼睛还没睡着就看见鬼呀。说老头子，虽然你不是鬼，但是我还希望你在我身边呢。但是老头子已经被另外50岁女人给抢走了。老头特别火热，现在，尤其是去加拿大，80岁老头都有28岁小姑娘抢，那缺少男性，就是那么个水土。我觉得香港还可以吧，但是香港呢，它是一个分水岭，那个地方去四面八方到哪个地方也方便，是不是啊？所以很多男人到那儿行方便之道，不是去中国就是去泰国，是不是啊？你看在座小姑娘，她爸总是去泰国，我一直怀疑，查查你爸的那有什么户口没有，有什么地产没有，对吧？有什么意外的话，他顺手也沾个光啊。哎，他正在找这个律师在帮着查一下他爸的那个什么资产哈。就是人呢，动一下心呐，动一下心哈，这是个人之常情。我并不倡导说我们一定要是搞婚外恋哈，弄婚外情，弄得大家死去活来的很生气，大家都抢着离婚，那一定是我绝对不是这么一个想法的人哈。其实我提醒的是说，人人都如此，你也如此的话，为啥不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啊？我跟你说，你真离了之后，你再和就很难了。你刚才你也讲了，你那个火爆脾气，对不对？你知道多少人啊？在佛门来说，那个很多大师啊，就是说哈，叫什么火烧功德林。你看看，姑娘啊，你比我还厉害，你都懂，我都记了一半而已。火烧功德林，这一发火，这个火是怒火怒火。这个火一上来之后啊，这什么脏话难听话都骂，是不是啊？哎，如果演电影的话，就是甩飞镖，甩完甩盘子，甩完盘子扔凳子，扔完凳子拿着锅砸，对不对？就是用这个方式来表达，用电影来表现你的心情。但是砸完之后呢，多少人说你砸的都是我辛辛苦苦买的，我不是有智商的人。我是天天的扛那个石头来换来这些财物，你等于把我给砸死了，是吧？你砸完了，我们的家也就灭了。就那个男人真走了，你也会后悔，觉得哎呀，真是火太大了。我跟你说，做错的是这个做错事情这个行为谁都有，还有贪嗔痴慢疑的心，每个人都有，是佛是说众生的，你有，他也有。只是有的人敢付诸于行动，有的没敢付诸于行动，还有说俩人都出问题，这是看谁被谁抓住把柄而已，对不对？所以你也能会看上一些人是不错的，心理上感觉是不错的，有的时候只是没敢下手而已。心理犯罪和肉体行为犯罪其实只是一念之差而已了，都是犯罪。说人类都是如此，你嫁给的并不是一个神呐。在西方的神都干架，为找个小三打得你死我活，对不对？你看希腊里头海神呢，是吧？那些宙斯啊，都是为这事打架，对不对？神都如此，何况你老公呢？对不对？你学会宽容，你的孩子和你就还算是有一个家。幸福是自己创造的，家庭的这个完整性都是在就像成佛之路一样我要学会忍受，我要学会宽容，我在无尽的泪水与痛苦之中宽容着，让我保持有个家。我孩子回来之后还能叫一声爸，
叫一声妈，为了孩子的幸福。离了婚之后，孩子很多是精神受到打击哈，一辈子的伤啊，是任何人没法去医治的。所以我建议，为了你自己的幸福，为了你孩子哈，他这个大脑还是健全正常的，你要学会宽容，学会忍受。你要对他好，他不会去找别人。我说多坏的人也都是有的哈，但是多数情况下，这个人呢，无论男人女人也好，想想我那另一半对我那么好，对不对？对我那么恩爱，那么疼爱我，对不对？所以我不去找别的女人，对不对？你虽然长得漂亮，你会说话，但是我也不动这个心，为了我的家庭幸福，我要对得起我那个老婆，我就不能去做，对不对？所以你也要去极力的表达着自己的这份情啊。那为什么西方人一见面早晨起床都说 I love you， 对不对？其实那时候刚醒来，嘴都张不开，还说那一句呢，生怕对方不放心，对不对？尤其是女人，总是一见面，你爱我吗？这刚才这是不是？是上午8点钟刚说 I love you， 怎么下午6点钟你又问了爱不爱你？我这么一会儿就变心吗？就是人是有这种不安定的感觉，因为没有自信，对不对？对，所以你也不是没自信，其实你是内心还是强大的，但是同时你内心是一个非常清纯的小姑娘，你不是一个那种百般无理的一个人哈，所以你是一个很清纯的人，很清纯的人犯的错更严重、更直白啊。从神和佛的境界来看的话，都是傻子。Sorry， 对不起哈。其实神佛就是这么想的，我们总是干些蠢事儿。但是完了之后呢，到这一步你还撑着我很坚强，你坚强你哭个啥？你要坚强的你还打这个电话，你要坚强你就说我也怪我也脾气很大，你为什么人还没见人你开始道歉呢？所以你内心已经开始在柔软了，你是个内心柔软的姑娘，你为什么非把自己弄成一个八婆似的好像无理的一个人呢？你要有爱你就说出来，有爱去关心他，你不要去抗衡说你拿这个，你把这些东西拿走，我把家钱砸了，这不行我就放火，不要说这些刺激的话。你的爱人，这个世界的结合就是这么奇怪，叫矛盾的结合。和你结婚的不是你哥哥，更不是你弟弟，更不是你二舅，对不对？都是不认识你的某一个王八蛋，对不对？都是那么一个不认识的人，你才能配个种，才能正常组成一个家庭。两个人本来就是同床异梦的，怎么样把同床异梦变成一心一意？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进化，就要有一方要非常的包容和付出，你才能做到一心一意，绝对要改变同床异梦。所以很多老公或老婆跑出去找别人，是你那个家里那一半能给他给逼出去、骂出去的，对不对？你对他很温柔的感觉，他都没那个心，保证没这个心去找外面的人的。所以你不要亲手把他送到了别的女人怀里去，你那不是傻子啊，孩子。所以你不要做这种傻事，要增加很多的宽容和爱心。我跟你说，你不为了自己，也为了自己孩子想一想，否则的话，我先告诉你下一个结果哈。你孩子说，上个礼拜六去爸爸家，又面对了后妈，而你孩子非常痛苦。到了你这儿来，就算你忍得住，好，就是一个妈还说话总是烧他、呛他，给他喷火，对吧？他不来吧，怕你孤独；来吧，他总挨骂、受谴责。还有一说话就是说你那个没良心的爸，就开始谴责你老公、前老公，对不对？哎呀，你想孩子会逼成什么样呢？在这个夹缝里头把孩子只能逼成一个病人。我接触很多年轻的小朋友就在这个夹缝中求生存他们内心之中都有很深的阴影和伤害所以你一定要多想一想，好吧？回家对老公说一些恩爱的话、体贴的话，别人只能羡慕你，不会笑话你，对不对？所以要学会这个，就早晨吵了架，晚上要和好，对不对？还有以后减少吵架，人要学会像那个某位大师就是说的，叫难得糊涂。明白人装糊涂才是真正的智慧，对不对？因为他犯了人人都会犯的错，但是你也犯了一个女人不该犯的错，
结果傻女人才犯的错，叫你给犯了，你还怪别人。世界上没有什么不能原谅的事情，因为人生啊，往死里活，拼命的活才100年。你今年至少也有32岁吧？40了。40，听你声音还是年轻的哈。你40岁还这么幼稚，我还就得骂你了。40岁你还这么幼稚，是吧？你老公跑，其中有1/3的原因是你给赶出去的，请你把他请回来吧，丫头，你别再弄那个傻事儿了，好吧？我呢，就算替你爸爸来劝你，好吧，来说你，可能别人都不会再说了，好吧？在你的自己家人面前，你老公面前，你爸面前，你孩子面前，没有什么尊严和面子哈。夫妻之间别讲道理，只讲情，知道吗？为什么说总是一说你爱我吗？对不对？别讲情，因为讲不清这个情，对不对？给父母面前别变理，知道吗？就是这样子哈，不要论这个东西。夫妻之间没有办法讲原则、讲真理、讲法律，讲的是爱。这个爱是指付出，而不是字典上的爱。你这样去付诸于行动，爱他，爱他就要包容他。你看多少妈妈，你讲。但是我已经原谅了好多次啊，师父。人生一共100年了，再多几次又如何呢？但是如果失去了这个丈夫，你将后半生，我不知道怎么过。你到40岁了，好了，再给你2年时间，就是你魅力无比，2年时间再组一个家庭，再给你带俩孩子来，你想一想这个日子好过吗？那这个人就会比他好吗？那这个男人没有找别的女人，因为前面那个女人已经也离婚了，怪谁呢？你知道吗？真正原因你知道吗？不是又是一个盲盒吗？打开包装之后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这个男人你还是比较了解的，对不对？所以有一个台湾大姐，她移民那个巴西，她到温哥华呢，在我家住了几天。她做饭特别好吃，我说做这么好吃啊？她说我妈传给我一个秘诀，掌控男人的秘诀。她撇着嘴说：“我啥呀？还这么高的人吗？是要想抓住这个男人，先抓住他的胃哈。”这老太太太阴暗了啊！周围吃她做的饭，说是可以，你做的对，这叫什么呢？这叫关心和爱，对不对？不提那个装糊涂。你只要对他好，人哈，别说你男人，任何一个人哈，人心都是肉长的，人不怕跟你抗争，就怕你对他柔情，一柔情谁都受不了，尤其是男的哈。所以你只管装傻对他好，你老公就跑不了，就像孙悟空一样，一个跟头108000里，结果一睁眼还在人手里头，对不对？那个是什么东西呢？叫爱啊！如来佛的那么巨大的手掌就是爱。而不是阴谋，更不是手段，好吧？但是还可以转折吗？现在这样的事情，我也很倔强，他也很倔强。我给你，你呢，只管努力做了你最努力的那个部分，好吧？之后就交给了命运。好，感恩师父。交给命运，但是你努力了，好吧？好，感恩师父。希望你呢未来呢有个美好的人生哈。感恩师父。好，谢谢。我送你一个小包包哈，这个吧，这个小包还挺好的哈。是 Cases。Cases 一个小包哈，很小巧哈，这个背着是很好看的哈。希望你呢能够你的家庭和爱情呢变得更加完美。吉祥啊，还把你的这个家庭、你的爱情再找回来，好吧？好，感恩师父。好，深深祝福你哈。好，谢谢你的电话。好，谢谢。好，感恩师父，感恩，拜拜。谢谢 Kate。好。好。还需要再来一个吗？今天时间差不多2小时了。2小时了啊。好的，那就2小时吧。好的。好，那这我看开着了哈。
今天我们聊到了2个小时哈，我也是就觉得很多问题也其实是不容易回答的，压力嘛，对于每个人都是有那种不自在的感觉，甚至承受不了的那个感觉哈。对，人之常情，人都差不多了啊，所以我们相互听彼此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也总结自己的经验哈，让自己的人生呢变得更好啊。我们还有对于很多灾难呐、麻烦呐、疾病啊，第一个别盲目的归为鬼神啊，不要说啊那是鬼神或者我祖宗怎么样了哈啊，冤亲债主怎么样啊。也不要把一切都是说我能够用科学、数学能够掌握的东西就能涵盖整个的人生啊，那也是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我不希望走上2个极端啊，我是希望呢，我们第一个要很理性的做人，那其次呢，对于说跨过于我们的眼睛和接触面的时候呢，我们对更多的朋友来说应该相对是陌生的。但是我呢，比较更相信一些很多的行为还是人自己可以把控，或者是改变，或者是创造的。但是我也会相信的是说，比如说到某种年景啊，比如说26年马年哈，是一个不容易的年啊。那么对，所以最后我会给大家再会讲关于这个26年马年的一些运程和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哈。所以也就是说马年是不容易度过的啊，对，也会有很多问题啊。还有啥你们想得起来吗？下期直播关注脸书。好，行，要不你们俩直接说吧就。那好，那非常感恩师父今天给那么多网友去解答问题哈。那我们非常欢迎网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 X 频道啊，那还有YouTube 和 Facebook。那我们下一期的直播预告呢会发到我们的 FB 上，原则上来说应该也是那个下个礼拜天，那就是10月26日，台北时间10月26日晚上6点啊。那如果有时间的变动啊，或者有加长的话，我们都会在Facebook 上及时发帖，也会在 X 平台上及时发帖。是，我们可能也会对那个像我们这个直播的时间哈，对于北美来说的话呢，是他们睡觉的时间哈，是凌晨。对，所以我们也准备组织一次呢，这个早一点上午的时间，对，尤其是对这个北美的朋友们哈，做一个这个 X 上这个真正实况的聊天哈。对，能照顾一下北美人的一些需求哈。是，感恩师父，好，感恩大家啊，来参与我们直播活动哈。祝福大家如意吉祥，收到，长命百岁，收到，出入平安，收到。祝福对语书房的所有的赞助的朋友哈，祝你们呢健康长寿，收到，幸福吉祥，收到，大吉大利，收到。咱们下个礼拜天再见。感恩师父。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
人生变得神奇。